3I Atlas 正在全速逼近木星，它的終極目標真的是木星嗎？大家還記得2025年夏天發現的那個星際訪客 3I Atlas 嗎？沒錯，就是那個繼奧陌陌和鮑里索夫之後的第3個闖入太陽系的星際天體。就在此時此刻，它正在以一種極其詭異的姿態全速衝向我們太陽系的老大哥木星。首先，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星際幽靈現在的坐標。今天是2026年2月底，根據 NASA 和哈佛史密松天體物理中心的最新軌道數據， 3I Atlas 已經越過了近日點，正在加速逃離太陽，但它的逃逸路線非常耐人尋味。目前，它距離我們地球大約有 2.8 個天文單位，距離太陽約 3.1 個天文單位。最關鍵的是，它距離木星已經不足1億公里了。按照目前的軌道推算，在不到3周後的3月16日，它將到達距離木星最近的點，也就是所謂的近木點。大家可能會問，一個星際天體掠過木星不是很正常嗎？木星引力那麼大，誰路過都得被它吸一把。但問題就在這裡， 3I Atlas 的目標似乎從一開始就是衝着木星去的。它的近木距離預計只有5360萬公里，這個數字大家可能沒概念。我告訴你，這正好就在木星的希爾球邊緣。希爾球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木星引力能夠絕對掌控的勢力範圍。一旦進入這個範圍，太陽的引力都要往後稍稍。3I Atlas 就像是一個精準導航的探測器，在茫茫宇宙中漂泊了上萬年，最後精確地切入了木星的家門口。你說這真的只是巧合嗎？先問大家，你們覺得一個來自外星系的物體為什麼會精準地瞄準木星，而不是地球或者太陽呢？我們接着往下看，如果說軌道精準只是疑似，那麼近期 3I Atlas 自身表現出來的物理特性，簡直就是在明着告訴科學家，我可不是一般的石頭。哈佛教授阿維洛布，就是那個一直堅持奧陌陌是外星飛船的老爺子，最近聯合意大利觀測者 Tony Scarmato 發表了一篇重磅論文。他們利用哈勃空間望遠鏡在2025年底拍攝的高清照片，通過一種叫拉森塞卡尼纳旋轉梯度濾鏡的處理技術，剝離了匯合周圍那層霧蒙蒙的彗發，結果讓所有人都驚掉了下巴。在 3I Atlas 的核心區域，竟然存在一個極其對稱的3噴流系統。這3個噴流之間的夾角幾乎完美的等分為120度。在自然界的彗星中，冰層受熱不均產生噴流很常見，但3個噴流像電風扇葉片一樣精準對稱，這概率比你在路邊隨手撿到一塊切好的鑽石還低。更詭異的是它的擺動，數據顯示這個天體存在一個 7.1 到 7.2 小時的周期性擺動，而且這個大周期裡還嵌套着2個小周期，一個是 2.9 小時，一個是 4.3 小時， 2.9 加 4.3 剛好等於 7.2。 這種物理學上的張動和進動特徵，像極了一個失去平衡或者正在進行姿態調整的機械裝置。甚至有科學家懷疑，這些所謂的噴流根本不是什麼冰升華產生的氣體，而是某種推进系統的公制排气。因為它還表現出了明顯的非引力加速度，也就是說，除了太陽和行星的引力，還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推着它走。好，我們現在假設它真的是一個外星探測器，那它為什麼要選木星作為目標？為什麼不是看起來更有生命跡象的地球，或者是能量爆棚的太陽？這裡我們得要聊聊木星在太陽系中的地位。木星不僅是質量最大的行星，它還是太陽系的咽喉要道。如果你是一個外星文明，你想探測一個陌生的恆星系，你最需要的是什麼？是情報和跳板。木星擁有太陽系內最強大的磁場和最複雜的衛星系統，目前已知就有95顆衛星。它就像是一個微縮版的恆星系。通過木星的引力彈弓，探測器可以極其節省燃料地飛向太陽系的任何一个角落。更重要的是，木星的軌道上聚集了大量的特洛伊小行星，還有那些捕獲來的不規則衛星。對於外星探測器來說，木星就是一個完美的資源補給站和數據中轉站。如果 3I Atlas 的目標是長期監視太陽系，那麼潛伏在木星的衛星群裡，絕對比繞着耀眼的太陽轉要明智得多。就在大家討論的熱火朝天的時候，一件有點令人不安的事情發生了。
2026年1月27日，国際小行星預警網絡 IAWN 正式關閉了對 3I Atlas 的公開觀測窗口。NASA 的 TESS 衛星在1月中旬進行了最後一次深度觀測，隨後該天體在公眾視野中逐漸淡出，變成了一個幽靈天體。為什麼要關閉公開窗口？官方說法是它已經遠離近日點，觀測價值下降，且光度變暗，普通望遠鏡很難追蹤。但坊間一直有傳聞，說是因為 3I Atlas 表現出的特徵已經超出了科學奇觀的範疇，進入了安全管控的領域。當然，我們不搞陰謀論，但這種在關鍵時刻的靜默，確實給3月16日的近略增加了一層神秘色彩。現在，全世界的頂級望遠鏡，包括還在木星軌道上工作的朱諾號探測器，都已經調轉鏡頭，對準了那個即將到來的交匯點。洛布教授做出了一個極其大膽的預測，當 3I Atlas 在3月16日掠過木星希爾球邊緣時，它可能會釋放出子探測器。還記得我前面提到的那個66公里每秒的相對速度嗎？如果 3I Atlas 是一個自然天體，它即便在木星附近碎裂，那些碎片也會因為速度太快而直接飛出木星系統。除非這些碎片能夠自己給自己一個巨大的踢力 kick， 把速度降下來，才能被木星引力捕獲。洛布教授認為，如果我們在3月16日之後發現木星莫名其妙地多出了第96顆甚至第100顆衛星，而且這些衛星的軌道極其特殊，那麼 3I Atlas 的身份卡就可以實錘了。那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親眼目睹外星文明在我們的地盤上投送設備。甚至有人提議讓朱諾號嘗試改變軌道去近距離攔截，雖然這需要消耗朱諾號所剩無幾的燃料，但如果能拍到一張 3I Atlas 核心的近景照片，那絕對是人類文明的史詩級瞬間。說實話，每次聊到 3I Atlas， 我都會感到一種莫名的敬畏。它可能已經在冰冷的宇宙中航行了上萬年，甚至見證過恆星的誕生和毀滅。如果它真的是一個外星探測器，它的背後到底代表着什麼樣的一個智慧文明？那麼它的目標真的只是路過我們的家園，看一眼這個巨大的氣態巨行星嗎？3月16日會發生什麼？ 3I Atlas 的目標真的是木星嗎？ 3I Atlas 會在木星幹什麼呢？這些疑問或將揭曉。好了，今天就到這裡。如果3月16日那天真的有大新聞，我一定會第一時間跟大家分享。你覺得 3I Atlas 會在木星留下什麼禮物呢？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你的看法。